Hello，大家好，我是议员。今天我们要做国服顶上战争的解说了。那我也知道做这个影片的时间呢，好像有一点迟啊。不过在国服的顶上战争之后，就轮到960的 KVK 了，所以我就没有什么时间做。直到今天热度已经消散了，我才开始解说他们这一次的 KVK。然后首先这边要说的就是他们之间的恩怨之类的，这边就不会提到，只是针对于他们这一次 KVK 的表现还有情况来做解说。这一次国服的顶上战争可以说是2024年下半年最精彩的一场战斗了。那当然听到这里有不少的观众都会觉得说，哎呀，议员你是不是在拍马屁什么之类 blah blah blah， 并不是，因为在国际服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看到有这么多人口的 KVK 战斗了，尤其现在国际服的先锋王国逐渐的在缩水，就连比较大型的先锋王国也只剩下2个主联盟而已。所以可以看到在我这一次的直播当中呢，有不少的国际服玩家都一起来看直播，来感受真正的千人同屏战斗。同时间在今天的解说我会说一下有一些国际服玩家对于这场 KVK 的一些观点。首先是关卡式的战斗，那在关卡式还没开放之前呢，其实我去一些国服的主播那边看一下，其中是已经从他们的口中得知呢8133会跟41战斗，但是2130未必会跟16战斗。所以我原本就是预期了只有这个地方会有战斗而已，然而在关卡式开放的时候2130是有出去关卡式的，但是他们并没有抛下任何的要塞，他们只是出去战斗，然后战斗失败回去了，就直接在门口那边打起来，没有建任何的旗帜，只是拿下关卡跟16战斗而已。那这边有我自己的解读啦，我个人是觉得说，因为他们这一次的 KVK 是受到官方的关注，也有开了官方的直播，假设完全不出去打架的话，又好像有点不太合适，所以他们就出去露个脸，然后跟16稍微打一下就结束了，他们真的只是在门口打而已。相反的8133对战41这里就很激烈了。在第一天结束之前呢，看到他们双方的领土是这样子的，两边都各自拿了一半的圣地，在进入了12点之后，其实也不方便他们去烧旗帜。那我原本想着说第2天可能会有旗帜变化，没有想到第4天了，旗帜依然还是这样。不过在前期旗帜没有太大的变化也算是正常的，因为早期我们的水晶科技啊那些都还没有提升上来，如果在早期就消耗太多的资源加速兵力去打旗帜或者是要塞的话，其实不太值得。也因为双方都可以接触圣地的关系，就变成说我们可以看到关卡式的圣地战斗。那其实在这个画面上只有2个阵营的玩家，也就是3个王国的玩家人数而已，只是这里的人数就已经跟我们国际服的皇庭差不多了。也是从这一次的国服顶上战争给国际服的玩家看到国服跟国际服的战斗有什么差别。现在我之前就已经有跟大家解释过，其实国服的玩家普遍都会比较容易接受远程单位，但是国际服的玩家依然还是对远程单位比较有偏见。那国服对于这种圣地的处理方式，就是在里面放了大量的远程单位，然后一些野战的单位就帮忙顶着入口。不过从这一次圣地的战斗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41要对付8和133是没有这么容易对付的。在这一次的战斗当中，我发现到41有组织过很多次的抱团，然后冲向敌人8和133，但是每一次都打不过，就以这样子的方式持续战斗直到圣地开放结束为止，最终是由8和133给占领了。至于温泉开放的战斗呢，其实也就跟一般的温泉差不多，只要你的人数够多就可以打败另外一个王国了。那么可以看到这个地图上16跟41都是一个王国在一个阵营里面，所以他们这2个单独的王国呢是没有办法打败自己敌人的，就好像41推不过8加133， 16也是推不过21加30，这些人数相差多少你们从画面上也可以看到了。所以温泉之战基本上没有什么东西好讲的，至于关卡期开放的时候也是没有什么东西好讲的，地图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他们就是在门口外面那边放了一大堆的远程，等着敌人走出来，只要他们一出来之后就用远程乱扫射。在关卡器前面所放置的远程单位也是超级多，直到了最后皇庭之战，那确实当皇庭开放的时候，玩家的人数真的是多到爆炸，参与皇庭战斗的玩家都已经超过3000位玩家了。那国际服的玩家原本还在想着说，会不会有可能2-3天就可以分出胜负了呢？没有想到4天过去了，地图依然没有变化。很多国际服的玩家都傻眼了，为什么国服的玩法是这样子的？双方人马各占领地图的一半。像国际服的玩法就是看谁先把对方的旗帜给推掉，或者是对方的人数如果不够我方活跃的话，基本上对方都可以宣告失败了。所以在国际服旗帜每天都会有不同的变化，而不是像国服这样子完全没有变化。
有一些国服的玩家就跟我说，国服的玩法基本上就是看谁的加速资源先耗光，就可以把谁给推掉。对比起来，上次1093跟960的 KVK， 其实从地图上可以看到960的领土就只有这么一咪咪而已，但是大家都坚信说只要960有足够的资源加速，就可以跟1093耗很多天，所以在那一次的 KVK 跟1093是耗了差不多6天左右，地图的变化也是来来去去差不多。不过那一场 KVK 输掉的主要原因就是领土真的是太少了，逼不得已要选择撤退，再加上后面被捅屁股。但是国服的这一场战斗就不太一样，他们是持续在皇庭里面战斗了大约4天左右，等到圣城开放的时候，他们才开始大乱斗。这也算是现在比较罕见看到的画面吧，因为在之前的 KVK 大多数他们的圣城开放时间会比较迟一点，所以等到圣城开放的时候，其实有一方可能都已经被推出去了。但是在这一次的国服顶上战争呢，双方人马依然还是在皇庭里面的，所以他们就开始打起来了。因为太多人挤在这个圣城附近的关系，有一些玩家在打着圣城，有一些玩家在打着敌人，就变成说这个圣城一直不断的回血。所以看他们打下圣城其实也是花了蛮长一段时间的，最后是由 MMC 阵营拿下，也就是16服。但这个圣城也不是一直由16服拿下的，后来是有换成21服，不过被抢走也只是短暂的那一段时间而已，后来还是由16拿回。所以在16驻防的这一段期间呢，敌方也就是21、30还有41他们一直不断的开集结，然后8和16他们一直开反集结。但是直到国服进入深夜模式，依然还是可以看到21、30、41没有办法抢到圣城。当进入深夜模式的时候，我还在想着21、30、41的玩家会不会强制大家都在线抢到这个圣城，然后16、8、133的玩家可能会下线，但是没有想到双方人马其实都有减少。我们这个前后对比就可以看到差别了，左边是之前，右边是之后，可以看到之前的玩家人数是真的很夸张，但是一到了深夜模式之后，玩家瞬间消失了一大堆。那各位可以试想一下，在左边41、21、30的玩家都有这么多的情况下，都没有办法抢到圣城了，何况是变成右边那个情况，他们玩家人数少了这么多，要怎样拿下圣城呢？所以最终是由16服拿下了首战。当第二天我想要去查看他们还没有继续打的时候，可以看到21、30他们是优先撤退的，但是41的领土基本上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但是过了不久之后，41的领土也是被推掉了，还留在皇庭的就只有16、8、133，也就意味着这场 KVK 已经分出胜负了，是由16、8、133获得了胜利。在他们这场 KVK 进行之中的时候，已经有不少玩家都已经知道谁会获得胜利，谁会失败了。比较多的玩家是觉得说41赢的可能性不大，主要是因为他们关卡式的表现，他们连8、133都推不过，何况是实力更强的16服更加不用谈了。所以就只能看21、30的实力怎么样，如果连21、30都没有办法抵抗16的话，也就预示着这场 KVK 已经结束了。到了皇庭开放的时候，野战的表现我看到21、30时常是被16给压着打的，所以最终16、8、133获得胜利，这个也不出意外。我也听到一些玩家说，因为21他们上一次 KVK 结束之后不久就报名了这一次 KVK， 所以有可能他们的资源加速其实是不够的。至于41那边的说法是因为说他们有一些大哥已经移民离开了，或者是弃坑了，所以就变弱了。但是不管是什么理由都好，大多数玩家其实都只是看结果而已，你输了就是输了，不管是什么原因都好。当然在他们这一场 KVK 结束之后，依然还是有不少这几个王国的粉丝又在边冷嘲热讽吵架什么之类 blah blah blah。 我也不参与他们之间的战斗啦，主要是享受这一场 KVK 而已。然后这里也是可以看到双方的击杀跟阵亡，这里的数据只是计算皇庭而已，都已经可以看到他们有这么多的击杀跟阵亡了，何况是包括之前的战斗。那老实说，如果是从皇庭的 DKP 来看呢，确实16、8、133他们的数据是比较高的。不管怎样，感谢这6个王国给我们带来一场精彩的战斗，久违的千人同屏战场，不知道下一次要看到这样子的场景要等到什么时候呢？那么以上就是本期内容，至于各位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我们下个影片再见。